喂，喂，你快下班了吧？季白家，我不再去你家了。我已经把你给我的假方案交给叶太庭了。我们两个的戏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希望能尽快把群星珠宝的股份转让给我，这样我们就两清了。你给他的方案，他信了？至少目前应该没有发现什么吧，不然他也不会把名单发给我。那你那边还顺利吗？当然顺利了。季总，你只是撬走了我几个设计师，我会找到更好的。好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。芝芝，没事了。你的这些伎俩全用在我身上，表演有多夸张，我都配合鼓掌。完整的心脏落地传来一声巨响，你惯用的伎俩别用别人身上，这完美的假象刺破后变空荡，在眼神交汇时好像灭了一道光。当年钱冠书提走季家的原石嫁祸到我家，如今叶太庭又想利用我拿下崔斯特。这么多年，这老家伙可真是运筹帷幄。等着瞧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叶董，宋小姐来了。嘿，芝芝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叔，我最近收了一些好茶，这不想着给您带过来吗？哎呦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这一次呢，我们合作非常愉快，也真是多亏了您，我才能组建新的团队。咱们是一家人，那合作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好的方案，让我们如虎添翼。看来他还没有发现那份方案是假的。叔，哎，其实今天我过来呢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哦，你说。我最近呢接触到了崔斯特的高层，我听说崔斯特在这一次选择代理商方面，不只要在财力上面非常的雄厚，而且要在珠宝行业里面有绝对的地位和说服力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这一次我们以群星珠宝的名义去参加竞标，会不会更有胜算？哎呀，这群星珠宝最大的股东是你们宋家呀，啊？哎呀，如果我同意你以群星珠宝的身份去竞标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给您准备了一份合约，您请过目一下。跟您合作，我必须拿出绝对的诚意。我给您准备了群星珠宝4家1线城市的旗舰店，还有就是我会拿群星珠宝所有剩余的财产作为筹码，为的就是拿下崔斯特这次的代理权。这书可真对你刮目相看了啊！这4家1线城市的群星珠宝的旗舰店，这可是个大手笔呀！看来你这次是要破釜沉舟了。你都破釜沉舟了，说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啊，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你。我同意了，就让你们群星珠宝代表群星集团去竞标。太好了，叔，能够得到您的支持，我们这次一定能够大获全胜。爸，您来了。刚才几个股东来找我了，他们还是对你在崔斯特项目的部分投入表示担忧。
件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好权衡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权衡好的。这个项目我必须拿下，但事成之后我有一个要求。要求？说。把从群星珠宝挖过来的设计师全都还回去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当时创建知府珠宝的时候，我们是花高薪聘请的他们，况且还签了竞业协议，走不了，一个都走不了。那先这样，我就把整个知府珠宝送给他。你，季百健，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些什么混账话！还以为你一心去竞标是为了打击叶太庭，我还想着怎么去游说其他股东呢，没想到你满脑子还是这些儿女情长。我去竞标崔斯特就是为了打败叶太庭，那些设计团队本来就是人家群星珠宝的。我明明知道当年原始的事跟宋山没关系，你非要挖人家团队，搞垮人家公司，现在宋芝芝孤立无援，我不应该帮吗？你应该先帮你自己认清身份，你是个商人。在商言商，商场如战场呢，孩子，脑子清醒一点儿。总而言之，是我们对不起宋芝芝，对不起宋家。因为我妈做的一切，我明白，我理解，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去伤害其他人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啊！我知道。我爱宋芝芝，就跟你爱我妈一样。明天会召开董事会，崔斯特的项目能不能顺利进行，全凭你自己的本事。再有，即便是竞标成功了，知府的归属权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白健啊，我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是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优秀的、理智的商人。喂，我是聂文芝。聂文芝，你找我干嘛？我想跟你见一面，我有一样东西想交给你，我想在你们对付叶太庭的时候，应该会有帮助。你现在哪？我把位置发给你，等你。你怎么约我到这儿来？别怕，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，我不会再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进来吧。请坐吧。这个给你。为什么给我这个？钱冠书给我的。钱冠书？他为什么会给你块手表？
我和钱冠书本来就是夫妻。你们是夫妻？那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？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穷了呀，尤其是生下温涵之后，生活更是捉襟见肘。有天老钱跟我说，你们宋家很有钱，而且男主人还是单身。如果我能进入宋家，不仅能跨入上流社会，还会有很多的钱，能让我的儿子幸福快乐的长大。所以你们为了钱，钱冠书为了一己私欲，把你们母子公守了。可以说是这样。可是后来钱冠书在寻星集团报警，把温涵送进公安局之后，我对他算是彻底死心。在他的眼里，只有他自己，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亲人。钱冠书做了这么多恶事，为什么你不早点把这些都说出来，让他得到报应？你想的太简单。我非常了解钱冠书，他这个人做事情心思缜密，我会留下把柄给我的。那你今天找我都是为什么？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人性，连自己亲儿子都可以牺牲，我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，我再帮他隐瞒。对不起温涵。当年他把这块表交给我的时候，嘱咐我一定不能让别人发现。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疑惑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钱冠书那么阴狠的眼神，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。直觉告诉我，这块表一定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而且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希望你们能打败钱冠书，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钱冠书跟着叶太平这么多年，肯定做了不少坏事。这块表的背后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我会去调查这块手表的。这个牌子的表，应该可以通过编号查到表的主人。我会尽力的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叶董，这是我的新团队为这次翠斯特项目做的计划书。在这份计划书里，我们融合了知福珠宝项目案当中的亮点，为的就是能够十拿九稳。冠书，有了芝芝这套方案，咱们崔素太平拳赢定了。那叶叔，您看完这个我就先拿走了。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希望您能够按照您的约定，把这次竞标资格的授权书尽快给到我。如果错过了最佳时机，那这次代理权可就落到了季红集团手上。芝芝啊，叔就喜欢你身上这股狼性。叔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好好好。宋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秦秘书，这些年您都活得小心翼翼的，挺辛苦的吧？宋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就是想感叹一下，您和叶董也挺像的，都是那种心思缜密、会想很多的人。哪里话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
哎呀，这个丫头啊，真是刁蛮得很啊，咄咄逼人。哼，恭喜叶董双喜临门呐！不是双喜临门，是三喜临门。三喜临门。前几天，我跟我的亲生儿子相认了。儿子，叶董什么时候有了儿子？哎呀，这个事儿呢，前段时间一直在确认，因为毕竟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怕有些闪失。这次终于确认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想让我的亲生儿子尽快回到我的身边，啊，赶紧熟悉集团的所有的业务，我把身边的资源都介绍给他。等有一天集团上市了，我就让他执掌集团的公司，啊，我就退休了，我退休2天，我就养老了，我就看着我的亲生儿子指点集团的江山。哎，冠叔，你怎么不问问我这儿子是谁呀？叶董，您要是愿意告诉我的话，也不用我来问嘛。我告诉你，他叫魏子明，他就是叶盛达。没想到吧？啊，魏子明，对，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子明好啊，一表人才，能力也强。哎，恭喜叶董，恭喜叶董。你说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明是他儿子。别急着走啊，简秘书。季总，有何贵干？我给你看个东西。照片上的人是你吧？你从哪儿弄的这张照片？当年是你提走的原石，对不对？你就凭这个照片，你就认定是我提走的原石？简秘书，你觉得我会无的放矢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为叶太庭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值吗？我能有今天的地位，都是叶总给我的，而且叶总也非常的信任我，人要懂得感恩呐。行，那他现在信任你吗？以后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单凭你提走了原石，我就可以报警让你坐牢。我知道，这些都是叶太庭指使你做的，所以你仔细想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坐牢了，叶太庭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替你脱罪吗？所以，钱秘书，我相信你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。季总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交易？原石的事情都已经10几年了，
我想，你怎么查也很难翻案。我这儿有个消息，可能对你会很有帮助。你说。我相信叶太庭儿子的事情，你一定很感兴趣。魏子明。这想不到，魏子明居然是叶太庭的儿子。那反正我是听说过叶太庭有个儿子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弄丢了，怎么找也没找着，现在又冒出来。我让你查的魏子明母亲疗养院的事，你得怎么说？我还真查着了个秘密，你猜那间疗养院是谁的？谁的？叶太庭。而且，据那个小护士说，这叶太庭从来没有看过魏子明的妈妈，却一直在打听他儿子的下落。前段时间，王女士的精神状态倒是好了一些，说了一些关于她儿子的事儿，这给叶太庭高兴坏了。结果3天之后，王女士就意外身亡。意外身亡了？啊，据那个小护士说，王女士必须要把儿子送出去，说什么不能在杀人魔身边长大。啊，杀人魔？这个呀是王女士的遗物，我第一时间托人带出来，你看看。他什么时候送到福利院？好像是说8岁。8岁。他8岁，我7岁。我父母出车祸那年。教官说，季白坚已经查到子明生母的疗养院去了，这件事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想到季白坚查得那么快。我把他做掉以后，火速地处理了后事儿，就连和他接触过的医护人员我都换掉了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有一个小护士还没来得及。钱冠书啊，你总是做一些破事让我去给你擦屁股。叶童，那个小护士我要转到外地去了，季白坚不可能找到他。可是那个小护士已经把女人的遗物交给了季白坚，他的遗物我都检查过了，该烧的烧，该扔的扔了，里面就一点破花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您放心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子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最近忙公司的事儿，很累吧？哎，确实是挺累的。你也知道，公司现在不如从前了，所以忙的事情比较多。不过为了群星珠宝，我愿意。没关系，一切马上会好的。很快我就可以帮到我们宋家，帮到你。只要我今天有更高的身份，所有人都会对我刮目相看。子明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
季白坚对你的欺骗和伤害，我不允许它发生第二次。我会守护好我们宋家，守护好你。我和季白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这件事情能影响到你。感情的事情，我自己解决。你原谅他了？你忘了他对你做了什么吗？我没有忘啊，只不过我不想报复他了。我和他之间只有互相没有联系，才有可能。哎呀，子明哥，你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。不过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啊？你刚才说什么更高的身份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芝芝，如果我今天有更高的身份，在你眼里，你还会一直把我当哥哥吗？当然会啊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。我明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关叔啊，这外界都在推测宋芝芝到底站在哪一边，你怎么看？说实话，我也特别担心宋芝芝临阵反水，直接放弃竞标，到知府珠宝业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让群星珠宝代表我们集团去参加竞标，这有点麻烦呢。这按道理说吧，这宋芝芝不应该拿他父亲的心血开玩笑，但也难说。知府珠宝也有他的股份，而且他跟季白坚的关系，关叔啊，多长点心眼啊！其实我们只要在竞标的时候把发言代表能让宋芝芝出现就行。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。谁呀？叶董，您找我。关叔啊，你觉得还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吗？你看了吗？群星集团的竞标发言代表换人了。我看到了，魏子明一定是反水了，这样对芝芝很不利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走，陪我去一趟群星集团。走。子明啊，要把这个竞标演讲准备好啊！我们大家都对你非常有信心，别有什么压力啊！不会的。哎，芝芝，叶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竞标会上的发言人由我变成了魏子明？子明哥，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？芝芝啊，你们两个都是群星珠宝的人，你们两个谁发言，难道有什么分别吗？怎么没有区别啊？虽然群星珠宝是群星集团的子公司，但我们群星珠宝相对来说比较独立，而且我是公司的大股东、总经理，而魏子明，他只是副总。你没经过我的同意擅自更选了发言人，叶董，您的手是不是伸得过长了？
叶董，这是担心你身份特殊，怕你会尴尬，所以让我代替你。魏总，你什么时候收叶董领导？那是因为叶太庭是魏子明的亲生父亲。季白坚，这是我们的内部会，你进来干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白坚今天帮我挑明了子明的身份，那我也就不隐瞒什么了。我今天啊，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：魏子明是我的儿子，我的亲生儿子。白坚，你今天闯进我们集团办公室，打扰我们的会议，有失体统，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吗？我是来提醒芝芝小心身边的人。要说到身边人，那要和芝芝结婚的你，才是身边人。你身边人身份的真假，你应该更加关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大胆直说了，你根本不是季白坚。我是来提醒芝芝小心身边的人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芝芝，事发突然，稍后慢慢跟你解释。芝芝啊，这事儿不怪子明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是我让他保密的。子明呢，以后就是我们集团的接班人。这个集团内部的利益纷争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先帮他扫清一下障碍。叶董，你可真是运筹帷幄。只要这次赢得了崔斯特的代理权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啊，我们大家是双赢。你跟子明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这以后子明接了班啊，我相信你们两个人的合作会风生水起的。您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您了，是吗？要说到身边人，那要和芝芝结婚的你，才是身边人。你身边人身份的真假，你应该更加关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大胆直说了，你根本不是季白坚。你顶着季白坚的名头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今天正好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。说不出来。叶董，这份文件本来打算会后给您看，可既然季总找上门来，那我们就当面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季白坚。这份资料里记录了8年前的季白坚和现在站在我们面前季白坚的基因鉴识。他跟季云雷毫无血缘关系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这可真是匪夷所思。魏子明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调查我？彼此彼此，你不也调查我？季白坚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好一个见招拆招啊！大家的会我就不打扰了，走了。芝芝，芝芝，子明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啊，
我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，以后他们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工作啊！来，坐会。不了吧，这件事情改天再说。今天的会先开到这儿，大家散了吧。子明啊，我刚才叫你，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知不知道？自从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儿子以后，你想想，哪有爹不帮儿的？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以后在集团内部站住脚跟。我要帮你扫清一切障碍。我做这些，不只是为了集团。更是为了帮芝芝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"成大事者不拘小节"？这男子汉啊，不能总是儿女情长、感情用事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调查季白坚的呀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有一段时间了。之前一个契机对他产生了疑惑，就调查了。你让我查的照片跟季白坚有关吗？您昨晚让我查的那张照片，是叶萧庭和他儿子的合照。他可能是您的亲侄子，叶盛和。我收养你这件事情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秘密。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当年叶萧庭那桩悬案，也一直对这件事进行保密。怎么突然就让魏子明给查到了？我觉得唯一的可能，就是我去墓地祭拜父母被他发现了。看来魏子明也是个聪明人。我会让殷勤继续调查他。他妈妈把他送进福利院这件事，无论是时间点还是动机，都让我觉得非常蹊跷。魏子明是叶太庭的亲生儿子，却被送进福利院，之后又在宋家长大。这个人背后的故事，可能对我们掌握叶太庭的犯罪证据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。但是原始事件已经过去太久了。一时半会儿奈何不了那个叶太庭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叶太庭跟我当年父母的车祸一定脱不了干系。如果我们能借着魏子明的身份，调查出叶太庭跟车祸的联系，或许我们能将他绳之以法，也算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。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肯定会对你采取措施的。你给他处处小心啊！您放心，我既然已经主动出击了，那我打的绝对不是没有准备的仗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，那我就给叶太庭来个措手不及。群星集团是我父亲叶萧庭一手创立的，那我是不是也有资格成为群星集团的继承人呢？好，那我就来配合你，拿当年的原始事件再制造些舆论出来，而且要将舆论的矛头都指向叶太庭，这样我们双管齐下，应该可以让他自乱阵脚的。你们这群草包，不是说叶盛恒失踪了吗？时隔这么多久，人早就不在人世了吗？这
这可倒好，人家抵着季白坚的身份在我面前晃了这么久，我他妈像个傻子似的，根本就没有察觉你们是怎么干的事儿。叶董，你想，怪我，都怪我，办得不够谨慎，被纪云雷给耍了。不过现在子明给查出来了，咱们还来得及提防。我告诉你，季白坚这次可能不光是为了他们季家的事儿，还有他的父母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要问你。你问吧。你到底是季白坚还是谁？跟我登记结婚的人又是谁？为什么你所有的事情都瞒我、骗我？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。这个不能死。季白坚。我原本以为你骗我一次，我补你一刀，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。可是我没想到你连登记结婚的身份都是假的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骗我的？我现在就是季白坚，我没骗你。季云雷有合法的收养证明。收养证明？如果季云雷收养了你，那原本的你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在成为季白坚之前，我叫叶盛和，是叶小婷的儿子。你为什么会从叶盛恒变成了季白坚？为什么会从叶萧婷的儿子变成了季云雷的儿子？真正的季白坚已经死了。我的亲生父亲是叶萧婷，也就是叶太婷的哥哥。20年前，我们全家遭遇了车祸，我的父母也死在了那场车祸。我是侥幸才被季云雷救下的。叶盛恒，叶盛恒，叶盛恒！小婷，他给我做了手术，
一直把我保护在国外。注意不要沾水，饮食一定要清淡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很像我的小白姐。孩子，这车祸中你毁了容，医生给你做了整形手术，也许会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你得慢慢适应啊。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这就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不是我，我的爸爸妈妈呢？他们都去哪儿了？他们都已经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爸爸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叫季白坚，你要替你的爸爸妈妈报仇，记住了吗？从此我再也不是叶尚恒了，而是季雨雷的儿子季白坚。我重新获得父爱的同时，我也承受了他的仇恨，所以我答应他了，一定要替我的养母报仇。芝芝，其实我之前一直不想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东西。你不是一直问我到底是谁吗？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季白坚的名字不是我的，季白坚的脸也不是我的，季白坚的人生更不是我的。我之前一直在收集证据，我想把我自己身上的事儿都弄清楚，我再去找你，跟你做一个合理的解释，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没想到你会今天突然间过来问我这些。所以你把这个收好，可以吗？我会等待，接受未来，我不曾放开。当我坠落，请抓住我，别说你会懂。会
原来这么多年，姬白剑背负着身世之谜和父母离世的仇恨，经历了这么多我不曾知道的苦难。这些年，他应该多辛苦，多无助。芝芝，我们谈谈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跟叶太挺是什么时候相认的？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么早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？没什么好说的，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不是帮他，是帮我自己。崔斯特的事，你跟季白剑合作，不也没有告诉我？芝芝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？自从我来到宋家，你就是我心中最亲近的人。慢慢我就喜欢上了你。可我自知身份低微，只敢把爱意埋在心底。可当我鼓起勇气站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已经爱上了季白剑了。我以为你今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就会跟他分开，我以为我今天做的足够的好，你就可以看到我。可你呢？你还是跟他纠缠不清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只有他可以左右你的情绪，而我不可以呢？我到底比他差在哪里？子明哥，不是谁比谁差的问题。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哥哥，哥哥，我想过用哥哥的身份守护你一辈子，可现在我不想了。凭什么季白剑可以拥有你，而我却不可以？子明哥，你现在真的很吓人。就是我的懦弱让我失去了你，以后不会了。芝芝，什么？魏子明，既然你这样，从今以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伤害了我的次数，所谓的真心付出，也许是我已麻木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是偏离了路，总还是在为谁哭，哭输给残酷的树，已经无力再搀扶往事。
既然如此，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得到你。子明啊，我明天想办个宴会，我想对外宣布，你是我的儿子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做好准备。另外，我想跟你谈谈集团内部的事情，方便你以后进入集团高层。对了，宋芝芝给你的第2份合同，不要钱，有圈套。哎呀，还是我儿子敏锐啊，爸爸听你的。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，爸爸都答应你。我要重回群星珠宝。宋总，您看一下。我觉得这边2片的色泽和这边要做一个相似的渐变，这边改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宋总，魏总来了。你怎么来？魏总最近接到集团任命，作为集团特派员，魏总将专门协助和处理群星珠宝公司的各项重要事务。以后，群星珠宝的人事罢免和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特派员的同意和监督。特派员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群星珠宝是我们宋家主控的吧？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特派员过来指指点点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群星珠宝想参与崔斯特的竞标，就需要集团的支持。既然集团给了这么多资金和资源的支持，就会对群星珠宝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。希望我们以后好好合作。这是什么？群星集团的内部晚宴。今晚叶太平会公开我和他的父子关系。哦，原来是因为知道了叶太挺是自己的父亲，所以才敢背后捅我一刀，是吗？如果我要没有猜错的话，我和叶太挺没有签约成功，也是拜你所赐的。我提醒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不签有风险的合约，这不是人之常情。可是志春，我说过会守护你，保护你，这话永远作数。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群星珠宝永远都是你的。可如果你还是昨天的态度，那之后的一切，我都会秉公处理。